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大家来看到的是美国这边感觉乱糟糟的，尤其黄仁勋现在也被攻击了吗？说他跟中共有关，怎么回事呢？看看黄仁勋之前有曾经讲嘛，他忠言逆耳但是这个逆耳让很多人不开心，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川普政府改革 H1B 的这个签证制度他说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可能费用的门槛设太高会把这个移民往外推啦，那他们会想追寻美国梦的难度就会提升，那会导致说投资流向美国以外的地区好，其实黄仁勋呢，他自己就是 AI 的教父嘛，所以他站在最前线对于科技产业自然是最了解的。好，他讲的这样也没错，但问题是马上就被攻击了。这是谁呢？川普的前心腹巴农他说黄仁勋俨然成为了共产党政权影响力的代言人。他说不仅该被禁止进入白宫，甚至也该被逮捕。噔噔噔噔，怎么这么的严重呢？他讲的是大实话、大白话，怎么会变成是中共的代理人呢？好，那当然，纽时呢则讲说，在美国 H1B 的签证费大涨之下，中国此举正对外国人才敞开大门。好，因为他们有一个 K 字签证好，但是呢，《纽约时报》也讲说 ，K 字签证仍然是难取代 H1B 签证的地位，但是人家已经开始在做不同路线的突破。好，专家认为说这个K 字签证中国的举动呢，是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别被 K 字签证给迷惑了。好，有不同的想法。好，但问题我们看到中方这边讲说，他们是为了促进这个中外青年科技人才的交流跟合作，所以在普通签证的类别之下有一个青年科技人才的签证，也就是 K 字签证。好，当然相关的讯息要等到中国驻外领事馆来发布相关讯息。但问题就在马上其实就有一些状况出现咯，像是有85位的美国顶尖科学家，他们转向中国这边了。好，那这里呢可能会造成未来有一些科技的这个状况，可能在美中之间会有一些转换吗？好，那川普成了人才的推手，原本这个推手是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事情，就他现在是往外推好，那就算美国关门这关税也不缩手。川普现在要干嘛呢？他要维持232条款的调查，涵盖的就有半导体。好，美国商务部在公布一份政府关门应变的计划当中表示，要持续的进行必要的工作，以处理进口商品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好，那当然中国这边的科技产业越来越兴盛，美国也会来做一些突围，也希望有一些防堵。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的政府有新一波的出口管制，他们纳入了这个列入实体清单企业的限制，那适用的对象是延伸到其子公司跟关联的企业，就是要堵住中国企业规避制裁的漏洞。那此一举动呢，视为美中科技战又一重大的升级，影响的层次就会波及到数千家的企业了。好，那美国扩大出口黑名单，中国商务部也有反应他们说是坚决反对，认为美国这个举动非常的恶劣啦，严重损害了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也严重的冲击到了国际经贸秩序说中国是坚决的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之间在经济人才还有科技上面都是不断的在竞逐。那当然晶片是主要的一个战场嘛。那现在有一位叫做余承东的，他的职务更新，那希望将华为打赢 AI 关键战役的核心领导人。好，他是谁呢？他是要主导华为 IRB 他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带领华为的人工智慧领域要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被内部人视为是打赢 AI 关键战役的一个核心领导人。好，那当然彭博在最近也看到了华为一些计划发现说他们在2026年生产大约会是60万颗的旗舰升腾 910C 的晶片，这产量大概是今年的2倍那整个呢，将这个升腾产品线提高的这个产量会到160万个裸晶。所以如果华为能够达成目标，就代表其在中国实现技术自主，也减少了对美国还有外国晶片的依赖，上面是有重大的突破的。好，所以看到中国的成熟晶片正在强势的崛起，所以美国的新研究是发现说66%的美国产品都在用中国大陆的晶片
然后呢，那中国的晶片战也有三反齐下主要是反什么呢？以反垄断、反倾销跟反歧视调查来回敬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这核心瞄准的就是高端以及到这个成熟制成的晶片哦。所以很多人说会不会打中美国的要害呢？恐怕可以观察一下。好，但是黄仁勋这个被骂说是成为共产党政权影响力的代理人，很多人觉得美国讲这种话不可思议。老师，其实美国的政客或者是美国的媒体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戴完帽子以后呢，就扣住那个帽子，接着呢，他就因为你意见跟我不一样，你是谁谁谁的代理人，我就要把你逮捕，要把你抓起来。这个他也曾经讲过，这个马斯克说把他赶出去应该把他逮捕他不是美国人，他是这个南非人南非的白人，要把他赶走，这样子，只要意见不一样。那各位想一想，这是什么心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们都是这些总统的核心的曾经都是核心的幕僚，他们多可怕！这些人的心态其实比任何专制集权的国家都还要专制集权，而他们就是活生生的美国人。其实美国一堆这种人，这种国家本来就是一堆这种人组成的。黄仁勋他是 AI 这个的高阶的专家，他很懂，他怎么可能不懂？他懂得不得了。那所有的晶片一出来了以后，要经过各种仪器测试，它是科学产品，仪器测试出来的数据就能清楚，拿到市场上是经过这么多人在使用，使用者一看就知道这晶片好的还是不好的，大家清清楚楚。黄仁勋自己制造这个世界上目前来讲顶尖的晶片 AI， 他也知道中国大陆也能够做出这种顶尖的晶片，不管是华为或是中芯国际或是其他的，他们都能够做得出来了。而且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大陆追他追得很紧，而且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超越他了。他当然有危机意识嘛，他好不容易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跟努力，把这个公司做成功了，做强大了，结果现在他面对的是庞大的美国的政府政治的干扰，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生意做买卖，把公司做得更大。他没办法，他的晶片要卖到中国的时候，要被搞成一种阉割版的晶片 H20， 那谁要？所以大陆很明白的说，对不起你们的法律规定，就是美国的法律规定，你的晶片也好，你的3C 产品，你的所有的数位的东西都要有后门给美国的情报人员，他们能够进去看。微软也承认有，苹果也承认有，脸书也承认有。其实连美国的参议员说你 AI 晶片也要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起这个法规写得这么的明白，那也就是你美国的所有的产品这些都有后门的话，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使用你的晶片就是不安全哦。所以它不安全、不环保、不先进，当然不买嘛。一旦没有这样的中国大陆的市场，那请问一下，你黄仁勋的英伟达在国际上怎么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公司在未来怎么竞争？接下来魏木院教授，我觉得黄仁勋从某种情况很像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猪八戒照镜子了，里外都不是人了。他长的样子不对了，他应该去整形的了，整得像 Tom Cruise 一样，可能会好一点了。黄仁勋要评价 H1B 签证的话，黄仁勋的背景就是我那个年代的小留学生基本上的话呢就没当兵了，比较属于有机会出去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今天所缔造的成就照理说来他就不应该说话。但是黄仁勋本身对中国看样子还是蛮有感情的了，人家那个苏之峰就不讲话了黄仁勋的话很多他尤其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人家美国人一直要问这种科技的专家就说美国的科技跟中国的科技到底美国还领先多久？人家已经给他答案了。如果他讲说 2 or 3 years， 那这个就过关了。对不对？这个 Stephen Bannon 的话呢，本身来讲是个疯子，他啥都不会。
啊，这个人的话呢，基本上的话也是被这个川普已经够疯狂，但是他发觉这个一个是这个波顿，一个是这个巴农，他们更疯狂，所以都不敢用他们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黄仁勋讲到了说 nanoseconds 1秒分成多少100万份呢、叫 nanoseconds 就是叫做奈秒。这种情况下，意思就是说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要输了。在这种情况下，那的确啊，这黄仁勋讲的是实话，但是问题是你要了解你的情况。对不对？你现在是猪八戒的时候呢，你就少说话，你那个耙子爬一爬就可以了。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人家讲你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因为大陆他原来讲的那个 H20的芯片H100不能卖 ，H800不能卖 ，H200不能卖。然后卢特尼克刚刚讲到那个卢特尼克那个葫芦蛋呢，长得满嘴那个胡子那个样子的，他基本上讲说，我们只给第4等的芯片卖给中国，而且要保证所有中国的科技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这不透露2个大玄机吗？第一个看不起中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那个后门嘛。所以说呢，他这个。黄仁勋在一开始的话呢，他应该老早就知道他的那个英伟的 NVIDIA 这个芯片不可能在中国卖得很好的。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强调，第一个原因的话呢，这是激发了中国的科技民族主义啊。说句良心话，我并不认同科技可以变成一个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这个过度偏颇。我总是强调人文教育，但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也没什么话讲。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来讲，所有的东西要卖之前，你要库存，这个库存明显大陆不买的话，那要卖给谁？然后第3点的话呢，黄仁勋目前为止在美国的情况下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实际上的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华为本身的话呢，那个于大嘴讲的不要说遥遥领先了，就是他来负责 AI 的话呢，那么这个生成910、910第一步一步下来的话，那等到一段时间以后，那中国有自己的 AI 芯片之后，还会要美国的吗？这个也是受到黄仁勋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问厉将军。我觉得黄仁勋讲这种话是在给川普找一个台阶下，但是没想到会被自己人攻击为什么这个从这个 H1B 的这个法案最早是老布希时代，他为了延揽外国的人才，然后到美国为美国所用，所以他有 H1B 是高科技人才。其实现在来讲有2个人他就是 H1B， 然后到美国去的，一个马斯克，他是南非人嘛，第二个是谁你知道？就川普他老婆，对，不是梅兰妮亚，他是南斯拉夫人，他们2位当初都是用 H1B 的签证才到美国去那当然呢，原来的最初的构想是希望这些人才留在美国帮美国作业，但是关键在什么？后来来讲的话，他们发现这些外国人来的这些科学家是高科技的人才，他们的费用，他们的聘请他们的费用比美国自己的人要便宜15%到20%。也就是说，我用美国人的话会比较贵，我用这些人会比较便宜。那当然就企业来讲的话，我同样雇一个人，我当然用便宜的人，15%到20%很多了，所以他就不雇佣美国自己的科学家，而用外国的这些科学家。那川普现在的想法说，你怎么可以都不用我们自己美国人，对不对？我们要 MAGA， 我们要美国战士伟大包括不只是东西，包括到人才，你都要用我们自己美国人。所以他就设了这个 H1B 签证，要到$10万这么多那你这个后续来讲的话，这些人就不会再到美国去工作了嘛？因为我进去光一个签证费这么贵，那后续来讲的话，这个我薪资都没办法付，那这些人才大概也就不愿意到美国去。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黄仁勋出来讲这种话，这是很好一个政策，人才这个我们希望说是美国可以用美国自己的人才，但是是不是太贵了？就是你不要那么贵，你这样外国的人才才会继续来为我所用。那这些从外国的科学家里面 ，H1B 签证最多的是哪一国的人呢？我想印度占了70%，第二个是中国我们台湾排名第7，我们台湾科技讲起来也算还不错，还可以列到第7，但是70%都是印度人。大家不要小看印度人，印度它的 AI、它的科技、它的软体还有它的数学是很强的，你知道？那你看这些印度人现在来讲的话，他这个因为太贵了，他没办法取得这个到美国去的签证，你想他会到哪里去？所以中国这时候来了他用这个所谓的K 签证来取代。这 K 签证讲就是跟美国抢人才嘛。那你这个印度来讲，最近来讲，我们看到印度那个贾康姐他就在讲说，中国这个 K 签证很好贾康姐在他们印度里面新闻讲的，他就是说，印度如果的话，这些人才在印度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工作，这个会造成自己国内的人才的浪费所以他希望这些人到这个另外找出路。那现在最好
就是到中国，因为中国给了 K 签证，然后也是类似美国的这个，就是高科技人才，我用签证让你可以到我中国来工作。所以这个我想说，未来的 AI 科技产业，除了说是资本要集中之外，另外人才也要集中。我觉得中国是很明显的，美国川普将人才推出去，那中国赶快开大门，把这些人才全部进入到国内。那以后科技业的发展，我想中国一定会知道有一天会超越美国的。好，这就是美国最担心的哦。但是这两大国在科技上面当然是会这个亦步亦趋嘛，然后会有一些竞争哦，一下这超车，一下那超车。好，我们大家就持续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红什么吗？红鸡排哥。好，鸡排哥他是谁呢？其实他在江西的网红哦，他的控场能力很强。说这6元的鸡排讲出了6亿计划的气魄。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因为我的工作的重心，我只是说在我的分内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好。就是说，一个是严格把控食品的安全，把控卫生，国庆的它的能量要大。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把我指挥这种我指挥在我的工作当中尽量去做，好，逻辑很好哦，讲话真的头头是道。好，这是热搜，百度热搜呢在第2名哦，人民网评这个鸡排哥爆火，说他是江西南昌人，因为脱口秀式的经营和高情绪价值服务爆红了网路哦，所以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已经粉丝来到44.8万哦，这获赞是212.8万哦。好，那9月23号他就开通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你看一下就这么多人哦，所以到9月29号粉丝已经飙到了44.8万了。好，大家就好奇说他卖鸡排到底有什么魅力哦？再带大家看一下。鸡排哥，你火了耶！后面有1000个人哦，天哪！我的控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说这里是一个店铺，你就是这个店铺里面最闪亮的那个星，大概你是应该是我的荣幸。我只能说你值得拥有。好，谢谢。你是精英，你可以值得拥有这世界上任何美好的东西。其实你的口味才是我的标准。我将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好，难怪鸡排哥爆红哦，大家感觉到满满的情绪价值哦，这一整天都开心了起来。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发展低空经济哦，中国大陆自主研发了是载人飞艇祥云哦，完成了首度高原低空的飞行哦。好，那这部分呢是首次1000公尺以上高海拔地区的飞行，这个低空飞行。然后所以呢也看到了这个载人飞艇飞越了地球的裂缝，见证了世界第1高桥的建成通车哦，所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建成通车的画面哦。好，包含的是云端视角啊，掠过的是花江峡谷大桥哦，见证了这座世界第1高桥建成的通车。所以从空中俯瞰哦，这非常的壮观跟震撼哦。这大桥中段还设置了水幕的装置哦，像瀑布一样的视觉效果，配合灯光系统，在夜间呈现了绚丽多彩的灯光秀，相当厉害。好，那当然看到了这个中国新疆这边的哈密戈壁滩上面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强风当中缓缓的升起，在1500公尺的高空中悬停哦。好，这个是中国刚完成试飞的 S1500型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浮空风力装置哦，也是全球首台能够实现商用的兆瓦级空中的发电设备。好，所以也看到了在美国这部分也有互相在讨论。那我们来听一下。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world's rare earth mining. Which country controls almost all of the critical mineral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China. The country is leading when it comes to drones. China is formidabl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capabilities as well. But who can manufacture at scale? China. 好，这坎贝尔过去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哦，他对于中国实在是也只能讲是中国啦，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说谎话哦。好，但是美军的优势真的保不住了吗？我们看到 WSJ 有讲到，美国国防部最近要求武器的供应商要增加导弹的产量4倍，主要就是五角大厦发现目前的5倍不足以应付未来潜在发生的中美战争。好，那美国智库也预警哦，说当前的美国空军是历史上规模最小、机龄最老、
战备最差的部队哦，还说在能力、容量跟战备状态上面都已经滑坡了，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生存性已经受到了一些威胁。好，那美国的陆军部长其实他也有做一些打气啦。那他看到了吗？他是一边炒作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然后一边又感叹说中国的创新能力跟技术发展的水平都是说中国得力于制度优势，能够着眼长远哦。说恰恰是美国制度的创新能力。好，那他有先承认说中国在人工智慧上面的领域非常的好，那他试图又要赶快去补强说尽管中国的技术可能有效啊，但现在让中国人过度依赖技术的手段一旦在战场上面失效，美国的高素质士兵就能赢得战斗所以他想要讲的这个想讲大白话，想讲大实话，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赶快来做一个圆场。好，我们刚才看到了鸡排哥最近很爆红，我们先问赖老师。这个鸡排哥的 EQ 实在是很好，很厉害。而且呢，我觉得多讲好话赞美人、肯定人会让人家感觉到有正能量这个因为正能量，然后去吃一个鸡排，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事。对，我们看完这鸡排之后，我们自己就订了鸡排，脑波很弱，正能量，正能量。对，因为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给另外一些人带来正能量，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所以多讲好话，多赞美，多肯定多让对方感觉到身心愉快。我觉得多做这些事情都是好的事。我觉得这个是我感觉到是比他觉得正面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越来越乌烟瘴气了那如果我们开始愿意多传播一点正能量，也不是一件坏事。大陆的低空经济不能小看它在目前来说很有可能会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而且是遥遥领先。它不是领先一点点，它是遥遥的领先全世界。我真的是很期待了，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学科技的、学商业的朋友们到大陆去看，他们的各省都在发展低空经济。这个低空经济目前来讲，他们很有可能再过不到几年这个无人的这个空中载具，也就是在1000米以下叫低空经济嘛1000米以下，然后无人机用螺旋的而且基本上很安全，因为它可能是6个、8个、10个的螺旋桨，而且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一个供电系统，所以哪一个螺旋桨坏了，不会因为这样就掉下来，它都有这个安全的措施。那目前来讲，大陆在积极很快速的推动，它可以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都是透过这个无人机，所以以后的无人空中的计程车会成为一个在大陆的城市交通的一个常态。它可以送人，可以送物资，可以送血液，然后可以送医疗的紧急的器材，也可以作为消防。也就是说，你高楼大厦以后不用再担心那个水管喷不上去了，也可以用无人机去破窗、投送这些消防的衣服、氧气袋等等的，然后甚至灭火器都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来做。无人机的浇水那个熄火全部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大陆的无人机，美国跟不上。坦白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赶上来。那您刚介绍的那个无人风车，这个无人风车它跟这个大风扇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大风扇它是固定式的，直立在这个基地上，然后很大，它的螺旋桨。可是这种风扇它的需要的面积大概6个篮球场这么大就可以。它把它升空以后，它就可以发电了，而且它的电流量很大。目前来讲，他们的科学已经证实是可以。现在他们在推广的是如何把它商业运转。哇，这速度跟这个拼的速度很快好，我们请问苑教授。对，我跟你讲这边要提到最后这个强调这个观点了，我再跟大家念一下尽管中国的科技现在可能相当有效，但也可能让中国人过度依赖科技手段。一旦在战场士兵的美国的高素质士兵能够赢得战斗，我一听讲反了吧我觉得大陆，因为我们经常就是看到有我们山东人里面当兵的多我们最好的人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光荣参军就是这个当兵打仗当军人当军官当将官的非常多
我告诉大家啊，素质高啊，军人的素质要看的是士气，有没有武德啊。我旁边坐的将军，他们就很有武德。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展现出来那种决心跟勇气。美国的士兵有吗？我认为美国的科技应该还可以，但是美国的士兵有素质比较高的问题吗？如果美国士兵的素质很高，那琉球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啊，对不对？以前我在欧洲住的时候，这个欧洲那个德国的话呢，那个美国大兵非常多啊，大家都感觉到说是捏把汗了，是不对啊？美国的士兵啊，美国的科技很好，那个他们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们的素质就是啊，我个人呢比较打个问号。然后呢，另外这边剩下的消息讲的话呢，一件事情内在的话，大家都不要看鸡排哥啊，鸡排哥的话呢讲什么，我觉得控制什么不重要，但他讲的第一句话。确保食物安全，这个跟胖东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大陆本身来讲，在 promote、在促销、在提倡这种观念，就是要提倡食物的安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什么呢？这是大陆一般民生需要的。那另外的话呢，强调科技当中的话，其他来讲的话呢，都是为了民生方便，尤其是注重的是发电啊。我先强调一下，花河峡谷全世界最高的吊桥，你知道它那个工程的难度啊，让人真的是叹为观止啊。那因为我们上一节才刚讲到台湾的潜水艇搞不出来啊，负责的人的话，潜水艇之父都已经不愿意当这个爸爸了啊，我们这真的是不成比例。那另外的话呢，强调在新疆这边发电，我觉得大陆本身针对于电气就是电力的发电的话，用新能源来取代旧能源的时候，因为大家要知道未来的时代当中的话呢，有生能源的开采、化学能源、化工能源、化石能源都会有限。那新能源的开采，以 AI 的发展，甚至于对未来的很多事情的电力来讲，甚至跑到别的星球去都要用电。所以说，想尽办法来发电。我觉得新疆的这个发电的措施，不单单是为了在大陆已经有很多种有效发电措施之外，又增添一笔。这个的话呢，如果能够到火星去发电，那搬到火星去就不再是梦，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大家要密切的观察一下。好，接着问厉将军。我觉得这花江大峡谷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去看看。这个你知道，真的是人类工程上的一大奇迹，而且非常壮观，非常雄伟。怎么讲呢？我先介绍一下哈，这两个桥墩的跨径有1400公尺，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全世界最大的跨径现在不过就600公尺，它比一般600公尺还要多上1倍多。你看这工程难度。第二个来讲的话，它这个桥面距离这个河面来讲的话，高度有650公尺，也就是说你要在650公尺高的地方来呢，一根一根钢缆索能够穿下去，你看这个难度有多高。那贵州为什么要盖在贵州？贵州我们都有一句俗语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因为它经常下雨，它那个地质的很容易被腐蚀，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峡谷，所以地都不是平的。因为地都不是平的，所以说就不容易发展交通。因为不容易发展交通，老百姓就比较贫困这有它道理在。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桥盖成之后，这个你知道它可以省多少时间吗？原来从甲岸从这边到那边要2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要2分钟就过去，你看多壮观。但是不只是交通上面可以经济上获得利益，其实在观光上面也非常有价值。我相信以后一定是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一个观光景点。第一个，你知道这桥有电梯吗？它电梯上去，我可以在上面看风景这个看这个很壮观的峡谷风景。第一个，它有电梯；第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它那个用水幕它水幕以后再打上那个荧光以后是非常漂亮。所以它周边还有什么？还有露营区，你知道？还有这个民宿有露营区，你是不是可以带动这个地方的观光事业？是，所以它会带动这个地方很多，不管是交通上的便利、观光上的发展都会带动这些。那当然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说，哎呀，这么长的一座桥，1400公尺这么大一个跨径，然后用钢索悬的，会不会有一天这钢索万一断裂会造成危险？我跟你讲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它每一根钢索里面都植入了相关的 AI 智慧的这种缆线在里面，所以它是一天24小时，随时可以监控这个缆所承受的力量到底多大。万一发生任何危险或者需要更换的话，它立刻可以更换。所以你看，在这么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桥梁，还可以确保它安全，确实是不简单的事。第4个我要讲其实它盖得非常便宜。为什么它可以很便宜呢？它就用当地的建材，它那个挖出来的石头把它打碎成粉，它不用从外地运那个砂石来，它就就地取材来盖，
除了钢索之外，所有的水这个泥石部分就是就地取材所用的，所以它可以省下很多的运费，很多的便宜。那我想说，贵州整个这个地方总共的桥梁有3万多座那最壮观是这座，最近才刚完工，而且很短的时间可以完工。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带您介绍加入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首先要看到美国，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他现在讲了台湾的大案子快定了，这大概是说什么呢？不过蛮多人认为应该是在关税的部分哦，尤其是半导体嘛。我们看到卢特尼克说，推进半导体本土制造的决心目标就是要将晶片自制率提高到40%。他说，美国太依赖台湾生产的晶片，对双方都不好，所以提议每台生产要各半，也就是55分。好，这阵子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55分的说法，而且都在评断各自的利弊哦。好，我们要看到行政院的经贸办怎么回应呢？他说这是美方的说法，不予评论，会审慎以对。但是 PT 网友是炸锅，认为说，美国你是谁啊？共产党吗？根本比中共更像匪国哦。还有人说屁啦，55就准备灭台了。确实哦，这半导体真的是我们最坚强的细盾哦，能够这样子55分吗？我们看到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再到美国，他是在上周的时候，他重点聚焦就是在232条款的调整，说希望在美国可以设立一个类科学园区啊，协助台厂投资的模式，以及晶片制造产能分工等议题都在进行讨论。好，但问题是现在外媒像是彭博认为说，这是一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激进转变。好，说因为要将密集且互相依存的供应链移植到美国，不仅需要晶圆厂本身哦，还得说服数十家零组件跟材料供应商一同来迁移。所以像是华尔街日报也认为说，要让美国晶片产能跟进口的数量匹配，远比单纯增加投资还要更困难，因为海外产品更便宜，供应链难以调整，那美国要扩充产能也需要时间，而且最重要，美国人能够像台湾人一样在工作上面韧性这么强吗？恐怕要打一个问号哦。好，那美国到底要对台湾怎么样？很多人认为有点掏空的感觉。好，那这个晶片55分哦，也让我们的这个老谢金河认为说，这个奴特尼克站出来说，台湾的时间来了，台湾想要把税率从20%叠加往15%或更低的话，一定要付出代价。好，必须审慎来面对。他说，美国这样的喊话符合川普的交易3部曲惯用的手法，就是先以惊吓制造压力，再引发惊奇，最后才可能转为惊喜。好，所以他认为目前美方是处于第1阶段，也就是惊吓。好，接下来关键就在台湾如何应对。好，那因为这个晶片55分的讨论很多嘛，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专家认为说，这不会是单纯的产能分配的问题哦，而是美国已经把国家安全置于经济效率的信号。那一旦台积电被迫在美国扩厂到足以对半平衡，就会牵动的是资本、人力跟供应链的迁移，那最终呢，可能就会掏空台湾本地的投资动能。好，所以更敏感的是，台湾长期掌握全球大概是90%以上的先进制程产能哦，这个优势可能就会变成本来是跟美方谈判的筹码。那如果细盾被重新定义的话，台湾就必须以战略的眼光权衡短期分散的代价，还有长期安全的可能收益哦。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就做了梗图哦，这左右两边哦，就认为说绿就讲台湾生产美国所需要95%的晶片，这就是细盾，就是我们的底气。对岸若打来，美国会
罩我们。那当然也有人是认为说，恐怕是会变成这样啦，也就是美国讲说台湾对于生产美国所需的95%晶片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情况显然不健康，我们要让台美各自一半的分量来申请晶片。好，但问题是55现在如果55分真的真的是走到这样的话，很多人担心接下来会变成5跟95平分，或者是0跟100，也就是美国全部都拿去有可能的。好，那当然讲到晶片完之后，大家也很关心国造潜舰也就是到底现在能不能下潜，能不能浮上来呢？好，我们看到推手黄树光他请辞了，他的妹妹黄珊珊是曝光说是家里有些事情，不过国家的政策是一棒接一棒，所以不因为一个人而受到影响。好，但是呢，退役的这个海军上校郭喜则认为说，现在这个潜舰国造的原型舰海鲲号进度延宕，不仅各系统没有办法的连接，这战斗系统也没有办法整合，所以距离完成测试的路程还相当遥远。不过海军这边是说，郭喜的评论是不予评论，因为他认为这是个人的言论。好，那再看到的是郭正亮。他说，据了解，海鲲号的潜舰最快可能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嘛，进行第4次的海试第5次将进行潜水区域的潜航测试，第6次进行深潜测试，希望可以赶上11月交舰。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潜舰进行下潜作业的时候，最好就是王定宇委员一起去让大家更有信心。好，那我们也看到反观美国现在在这边是不是也有拉高了两岸的情势呢？因为像解放军演练他们发现说，其实渡轮可能会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澳洲广播公司引述看到一份美国的机密军情报告指出，中国迅速的在扩建这个商用渡轮的船队，要建构侵台的能力。甚至中国还报道说，中国商用渡轮的生产规模已经引起了五角大厦的警觉那华府智库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就说，这些渡轮平常都是载客载货，但是偶尔真的有拍到他们有参与军演。好，澳洲战略政策的研究所专家就指出说，中国无疑正在建构一个侵台的能力。好，那当然北京大学这边的研究中心主任则是怒斥说，这份美方军情的评估对中国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台湾的大案子定了吗？但我要讲的是，目前到现在在台美之间的关税其实这个行政院端完全都没有任何公开的告诉大家到底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反而美方说的还比较多，所以大家都在猜。好，所以让很多的国人也相当担心。我们先问老师，民进党从头到现在都在遮遮掩掩，您刚刚讲的很没有错，很清楚，也就是民进党不让我们知道现实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台湾的企业、厂商、老百姓、普通的这些大学教授，其实也都完全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遮遮掩掩。可是美国已经直接的就明说了，也就是我要你的半导体的一半。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有多重要？我们台湾的每一年的 GDP 以2024年就去年为例，最新嘛我们大概在7600多亿美元左右。我们的 IC 产业的一年，就去年，它的总产值大概在1100亿美元左右。那晶圆代工也是1100多亿美元，所以就200-300亿美元了。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可能快接近3000亿美元，快到一半了。虽然不到我们的 GDP 的一半，但已经快到一半了。所以这个3C 产业在我们台湾来说是命根子是这么的重要。美国说，由于我们的晶片95%都在你台湾生产，太危险了。如果大陆，因为他说他这个鲁克尼克自己讲的，他说解放军现在在准备要攻台，而且他有能力攻台，而台湾没有能力自我防卫，美国也没有能力保护你，美国也不敢保护你，他也打不起，因为科比最近的国防战略报告书已经出来了，美国绝对不能够为台湾而打仗，这个已经写得很明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鲁克尼克来说，那美国手机、美国的这个汽车用的晶片、美国所有的
家庭用品所用的晶片，那就会断供了，那不行，所以对美国不安全。那因此，你台湾全部你要给我1半以上。那1半以上，并不是说你的晶片送给我1半以上，而是你的这个晶片的制造商、IC 的制造商、代工的制造商要到美国要1半，我要1半。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美国占全世界的比重2%，但是在我任内，我要拿到40%，占全球的比重。台湾的半导体估计在2030年要占全世界的比重17%左右，先进制程的要占到80%以上。那你想想看，对于台湾来讲，这个晶片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经济命脉，结果美国人要走1半。如果美国人拿走1半以后，您知道损失的是什么？其实房地产也没了，因为我们的台积电盖到哪里，周边的房地产涨到哪里，建筑业、房地产业，还有它带动的当地的商业城市、城镇的繁荣，高雄没了，台南没了，台中没了，新竹没了，竹科没了，那个内湖科学园区都没了，全部都往下降，我们的 GDP 会少多少？我们会变成多穷的一个台湾，这个是很要不得的事。谢金河我学弟了，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话不对。请问一下，你日本到最后的惊喜是什么？5500亿美元给美国人花。韩国的惊喜是3500亿美元给美国人花。现在韩国人说我做不到啊，你要拿走我外汇存底70%，我做不到啊。欧洲人的惊喜就是6000亿美元给美国人花，这个叫做惊喜吗？谢金河，这个是惊喜吗？我们接着问厉将军。我觉得这个解放军渡轮的这个制造哈，确实是准备攻台的一个利器，而且我们的国防部绝对不要轻忽这个讯息哈。这个讯息其实我观察很久，最早释放出来这个讯息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那时候习近平到福建的绍安就去督导这种滚装货轮。我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滚装货轮？滚装货轮哈，它就是这个门打开来以后，这个甲板一放下来以后，它里面的车辆可以从这边直接开出来，就直接开到码头上面哈。那是用来运输什么呢？譬如说这个车辆的运输，譬如说比亚迪公司他们自己就制造了很多艘这种渡轮哈，运到国外去的时候，它这个汽车从上面直接开下来，那也可以运输推土机或者是怪手从上面直接运下来，这个叫我们称之为滚装货轮。那中国大陆现在来讲，这种滚装货轮概略有70艘。那以我来判断的话，每一艘哈，它如果里面是装战车，直接靠到码头放下来，战车直接开下来，一艘滚装货轮最少可以带一个完整的战车营的战力哦。它现在有70艘。那去年12月的时候，习近平到福建绍安去看这个滚装货轮。那当然他说这个因为比亚迪他们要外销嘛，他需要用这种滚装货轮来外销。那目的是在做商业外贸的一个行为。可是我们不禁想，你为什么要到绍安去？绍安港有多重要？绍安港外面那个岛叫东山岛，在195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图在那边空降作战，想要夺回这个东山岛，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吓阻绍安港。那绍安港是什么港口呢？你知道这个施琅那一年这个夺取台湾的时候，他就从绍安出发，然后他顺着潮流就直接到澎湖，到澎湖以后就直接到台湾了哈。所以这个港口是攻台很重要一个港口。那我那时候特别敏感，这个习近平去那边试导这个滚装货轮，当然他是说商业的一个试导了，可是我们是军人嘛，不禁会联想到你在那边看滚装货轮，是不是看这个滚装货轮的装载能力或者是说鼓舞他们或加快生产速度？那滚装货轮对登陆作战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其实登陆作战其实第一波来讲的话并不重要。我们看到那种2栖登陆、那涉水那些都是小事。第一波这个抢滩登陆步兵上来以后，大概往前面只能推5公里的距离。5公里之后是什么部队上来？是我们看到马德雷3号那种这个2栖登陆舰，我们称之为开口笑哈。那它那个坡度要30度的这种沙滩，它直接靠上来以后，这个甲板一放，然后战车从里面开出来。这时候是下来在什么时间呢？是在
涨潮前2个钟头他抢单上来。为什么涨潮前2个钟头？因为他下来以后作业就2个钟头，里面的货物啊、车辆啊下来要2个钟头，作业完以后潮水上来，他船就拉后锚，这个从后锚那边一拉，船就可以推出去了。那现在如果用这种滚装货轮来讲的话，它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你想想看，他说第一个要红色沙滩，沙滩坡度要30度，这个坦克登陆舱、坦克登陆这个 LST 才可以靠港。那现在来讲，它只要夺取一个港口，这个港口不管你从北到南是任何一个港口，它只要夺取后，你看70艘，它70个如果战车营直接在码头下卸下来的话，那个后勤的作战速度有多快？不只是战车，包括它的弹药、武器。或甚至于油料、食物等等，都可以很快用卡车送上岸，可以保持它攻台的一个持续战力。所以这个滚装货轮这个资讯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特别当心，也要特别注意。真的要非常谨慎哦。我们接着问苑教授，你看看那个卢特尼克跟谢金河的那个照片啊，我看完以后一肚子气。卢特尼克满脸愁容啊，谢金河笑的惊喜已经来临了。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是把台积电拉到美国去生产，什么55波啊，或是10比9啊，或者甚至于0.5比9.5啊，我跟你讲啊，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一个产业要生产的过去的话，包含了人、事、时、地、物。我现在强调人，美国有没有这种工业人才？我们是一整代，我们这个年龄一整代人，通通都是读电机当第一志愿哦。我们学校电机系到今天来讲，都是理工人才的第一志愿呢。美国有没有这样搞？美国的第一志愿不是搞财经就是搞法律顶多是加个医学。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心里要知道这个分工规划各方面的话呢，事情没办法进行。为什么？因为美国有工会现在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大家去问一下，那个台积电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在生产上来讲受到很大的牵制，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家有朋友2个人的话，就跑到美国去，对吧？老公是台积电工程师，他们都是去生孩子的，回来马上就要回来了，生完就回来了然后第3点的话呢，时间，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告诉大家，美国要是自己能生产的话呢，也就不会这么就让给台湾的高科技。美国说什么？川普说台湾偷的。台湾偷的，台湾是一点一滴我是经历过台湾贫穷的时候我的印象中就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富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因为高科技产生的信心，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现在完全都付下去了。第一点的话，台湾这边的出口多方便了，新竹园区一下子大家看到没有？从那个台湾的那个高速公路，从台北到基隆到新竹这一段的话，出口为什么常常堵车？原因就是很近一下子1-2个钟头就已经出去，生产完就出去了。美国知道什么叫亚利桑那州吗？什么叫凤凰城吗？你敢去吗？除了仙人掌外，就是这个就是大毒蛇还有什么东西？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大家知道，那么这个物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你要不然就叫台湾所有的物件过去，要不然的话呢，就根本就走不了。单独台积电过去，我保证魏哲家的想法，他的观念绝对是失败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有明白的知道，他们都是用了美国科技，顾客是美国人，自己是美国人，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生产了卖到美国，所以这一切的话呢，不得不去的情况下，但是拿台积电这边作为卢特尼克讲说，台湾跟美国贸易谈判的结果，扯到了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业，公平吗？不要说是抢夺实际上是要我们的命脉我们是不留在外国回来教书的人，现在面对这种生存，好像眼前一个毒药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饿的这个饥餐碌碌的随便给你吃的东西，吃毒药还是吃这种很烂的食物，变成这个样子，大家要想一想这个实在是悲哀到极点了，你知道吗？好，其实蛮多人都有这样的焦虑就是说，如果台积电真的全部都到美国的话，那台湾还剩下什么呢？可问题就是我们的赖政府都没有告诉大家，我们到底谈了什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